精油可以借由它们植物的振动频率去改变你现在的困境。心理疗愈跟富足了之后，你就不太需要回来一直找我占卜。我不希望它变成是你任何事情都无法决断，都要来问你。我帮你解决问题，不如告诉你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状态跟身心灵，你才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不遇到问题。我们上一次跟 QHAT 的催眠师 Philly 聊过了很有趣的催眠之后呢，其实 Philly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技能。Philly 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今天带精油蜡烛跟精油牌卡，然后精油牌卡它其实是平常我在占卜的时候也会用的，就是会请个案抽，可以借由精油去调整他们现在的频率，算是一种提升跟突破啦。就是人会来占卜都一定是遇到瓶颈嘛，对，那精油牌卡可以借由他们的植物的振动频率去改变你现在的困境，等于是调整你的频率这样子。所以我不是只是说占卜之后我知道说现在是怎么样，接下来怎么样，那然后呢？对，那然后就可以借由精油来帮助你这样子。对，因为纯占卜我觉得比较治标不治本啦，它可以帮你立即的解答现在的事情，可是我比较希望的事情是我可以借由精油蜡烛或者是精油的帮助，从根本去做你的心理疗愈。你这样子心理疗愈跟富足了之后，你就不太需要回来一直找我占卜，对，因为占卜它只是一个方向跟指引，我不希望它变成是你任何事情都无法决断，都要来问你。对，这样会变得很依赖。对，所以其实我会希望提供更多的方式，让来找我占卜的个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心灵去富足跟疗愈。所以你的占卜是比如说用塔罗牌，对，然后再加神谕卡，然后跟精油牌卡。塔罗牌是一定会有的，可是其他的神谕卡跟精油牌卡就不一定，会是完全是看当天要帮谁算，然后当天我会直接抽取牌卡，就不是每个人都会用一样的牌。你说你还有芳疗师的执照吗？对，一开始我虽然是从占卜开始，可是在占卜之前我就有自己做过蜡烛。开始占卜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可以给个案的是长期的疗愈，而不是说今天你有问题你就来问我。重点是在于给你鱼吃，不如教你怎么钓鱼。我帮你解决问题，不如告诉你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状态跟身心灵，你才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不遇到问题。所以我想要借由精油的力量，因为精油是植物的能量的浓缩，它非常的强而有力，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单纯做精油蜡烛。那会去学芳疗是因为我想要确定自己的配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如现在的课程上面所讲的是在帮助人。比如说像这个好了，这个是净化，我想要知道我里面加的精油是不是真的是帮助净化的，我想要知道这个静心的它里面是不是真的帮助人家静心。你是说在那个化学的成分上面？对，我想要确定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我去学，然后去了解，说我自己冥想得到的配方到底是不是跟真实状态吻合。所以你在学之前完全是靠一个神通力量得到的配方。对，我还有这样子。对，好酷所以你之前就是冥想，然后就会有一些玫瑰百合什么这样，对，然后上了之后你就有验证了你的神通配方是真的是科学上是有效的。因为老师其实也很惊讶，他说哇菲你认识精油的方式很特别之外都很准确。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香水？有，你就是那个男主角。他那个有点可怕。我是说他的能力。你说那个，对啊，那个时候被老师称赞，其实还蛮开心，因为老师有把我的配方拿去分享给大家。你是那个精油界的特斯拉。没有，就不要这样讲。所以精油到底可以帮助到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最明显就是味道，它的香味一定会让你感觉身心愉悦，对吧？就是你进入到一间有臭水沟的味道跟有花香的味道，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吧？对，所以在香味上，它可以先改善我们心理的状态，然后接着下来是
植物的频率，每一个植物的振动频率都不一样，就跟我们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振动频率，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振动频率，跟声音一样，声音也是频率的一种，所以在利用每一个植物不同的频率去调和出来适合你现在这个频率去改变跟提升的配方，对，不同的状况会需要不同的精油，对，不同的人会不需要不同的精油，所以不是说我们自己去买，然后自己觉得说我今天觉得闻了什么香，其实也可以，可是精油很特别的是，你喜欢或讨厌，都有可能是需要，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很难去界定说你到底是真的需要哪一个。我们跟听众解释一下好了，为什么喜欢或讨厌都有可能是你需要的。OK， 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支精油叫依兰依兰，它的课题是跟爱有关，跟爱有关的还有玫瑰跟玫瑰天竺葵。依兰依兰它是一支非常特别的精油，是因为它的花香非常浓郁，所以它通常只要一滴它就可以散发很重的花香，它跟爱有关系，同时它也是一个抚平愤怒的非常有用的精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的爱带着愤怒、不满跟不愿意的时候，他闻到依兰依兰的精油他会非常讨厌因为他的一盆热火被依兰依兰直接浇熄。我刚才说它是抚平愤怒嘛，怒火嘛，对，所以你要想当你在气头上，一个人就这样把你浇了一盆冷水走掉，你会生气，你会更气，我还没气完你在那边所以你会讨厌他，因为他浇熄了你的能量，然后你还没有发泄完，可是如果你的爱是受伤的客体，心灵的需要自我疗愈的，是疗伤的，是要被抚慰的人，你会很喜欢依兰依兰，因为它可以抚平你的疗受伤的心。没错，什么是爱里面带着愤怒？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那为什么这是爱里面带着愤怒，不是只是单纯的愤怒？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世界的人都对不起我的原因是来自家庭教育。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是家庭，父母亲带着不满对你，觉得你不够好，对你的指责，认为你不对，认为你不好，会有一些可能会我当初为什么要生下你？对，就是这种，这些都是让一个人会带着愤怒，你被打压，你被不认同，你被不认可，尤其是身边最亲密的人的时候，你会对爱带着愤怒，因为你不懂什么是爱，你觉得爱就是愤怒跟指责，因为你最亲近的家人跟父母就是这样子对待你的，所以你会认为说这是爱的方式，他会划等号，所以你就会觉得全世界人都这样，久了你就觉得世界上人都对不起我，你们都不好。那所以今天来找你做精油占卜的话，是要怎么开始呢？就预约嘛，然后精油占卜其实还会再配合，就是我会在最后面帮你调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香水，精油香水，这个配方是完全只属于你的，你会闻得很开心，可是别人不一定，你喜欢但别人不一定喜欢，因为是专门针对你的频率去调整的。它其实最主要就是你可以想一个你最想要改变或是你想知道的事情，它是开放性的，然后就跟一般的抽牌一样，要体验看看吗？好，那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没有觉得说我有什么特别的疑问或者是特别的困扰，那我要怎么开始？不用特别想什么啊，就是现在最适合改变的状态的精油，你直接抽牌的话，它就会出现最适合你现在状态的精油。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困扰想要改善，可是常常有很多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可能比较有习惯在做自我觉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到我现在的情绪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我现在的生活人生状态，我是卡住了还是我很顺利，还是我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可是有人可能就是太被外在影响的活着，所以就是一个有点像待机状态，然后也不知道说我现在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我现在连我现在开心不开心我都不知道。对，那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办？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可以抽牌，但是通常我会请他们先闻蜡烛，因为这4支蜡烛都是用最符合大众的方式做出来的，就是最平常你可以接受的状态，它可以直接改善你的状态，而且是不针对任何人，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嘛。然后如果他觉得蜡烛都还好，我就会说那没关系，我们就直接抽牌，你心里也不一定要想着什么事情，你就是直接抽牌，因为精油牌卡
我今天带了2种，它上面其实都有一些文字，像你可以看。好，这一张上面写着柔软是你最强大的力量，然后它搭配的味道是甜橙，对，然后旁边写的，它旁边这个是也是一样说明吗？说明吗？它其实也是一串字句要给你的。然后它上面写的说，最近遇上跟你看法不同的人事物吗？避免正面冲突，柔软表达立场。对，就是它会代表这支精油它具有的心灵力量。每一个精油都有代表不同的力量。像甜橙的话，它很特别，它虽然是橘子类的，橘子类的有柠檬、甜橙跟佛手柑，可是甜橙是这3种精油里面最温柔的精油。最冲的精油是柠檬，它的味道是对最强烈、最重，然后最有冲劲的。但是甜橙会比较偏向是，我觉得啦，像少女一样，比较温柔，比较柔和，可是它又同时带有阳光的力量。对，它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它是不同的状态，所以不是说当你失去动力你就一定要用柠檬，不是，要看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还需要甜橙的温暖跟温柔来保护你，让你的心灵比较不这么受伤的话，它就会更适合甜橙，而不是柠檬。那你刚刚说这4支蜡烛它都是因应不同的状况，像你刚刚讲的依然是针对于爱的议题。对，那像其他的呢？其他像这个净化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体质的关系，其实我从小就时常被鬼压床，所以我很需要净化空间。对，你可以闻闻看，它是用不同的净化的精油去做成的。还是完全纯净化，就是你可以让身上的负能量、舒服、情绪全部释放掉。而且这很特别，是这个容器是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啊？这是啊？什么意思？这个容器是我做的。怎么做？水泥，我灌水泥的，很酷吧？你自己灌水泥？对，后面就想到一个工地的画面。灌水泥，我现在岔个题哈，灌水泥，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外面要怎么样？要先有一个膜。我一开始有自己做膜啦，可是自己做膜开出来的比较歪七扭八，所以我后来就请人家帮我做模型，就是那个细胶膜，然后自己打水泥再放进去。所以你平常的日常会在家里灌水泥？对，大家不要惹到菲利会被灌水泥。那这个很漂亮，对于那个听 podcast 的观众，如果听不到的看看不到的话，所以它的图案每一个都会不一样，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好漂亮哦，有点大理石的感觉。然后像净化的话，就会配合这张卡片，每一种味道不一样，它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话。净化这个的卡片，它上面写的是纯粹的白是最初也最重要，摒除不属于自己的情绪与能量。然后它后面有它的那个成分是迷迭香、乳香、没药跟安息香。对，安息香其实它不是净化，它是让你的心灵可以平静。安息香通常有些人会拿来做安眠的用途，它可以让你的心比较平稳一点。那因为我希望在净化的同时，我的心也可以静下来，就是不要这么的焦躁。所以我就会在里面加一点安息香。然后这3种都是非常强大的净化，这个是静心静心。它是我这个很明显的有那个薰衣草，对，它这个是我拿来自己静心冥想的时候用的精油。静心上面写的是森林的气息与大地母亲的怀抱，澄清思绪，抚平躁动的心，向下扎根，一切都安好。它的成分比较多。真正薰衣草为什么要写真正？有假薰衣草？它有不同的薰衣草，薰衣草有很多类别，有醒目薰衣草、碎花薰衣草跟真正薰衣草，还有很多不同的薰衣草类别。OK，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真正薰衣草。对，它的名字就叫真正薰衣草。还有岩兰草、玫瑰、天竺葵、乳香、没药跟广藿香。为什么会加乳香跟没药？原因是因为我在冥想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保护跟净化的能量。因为你在冥想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对接到不同频率的能量的。对，所以我要保证我是可以接触到比较纯净的能量。对，有这一支就真的很静心的感觉。我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一开始先用，我才拿出来推广的。因为我觉得我如果都在用了，
那我有什么道理不拿出来给别人？内心微光，你看它很可爱，它其实是蓝天白云的感觉。对，而且你灌水，你要怎么灌出这些图案啊、花纹？对啊，颜色怎么上去？哦，颜色你要买那个水泥的颜料。哦，我们现在变成那个建材的单元，好美哦，很好玩。你弄完之后，它脱模之后你还要等7天，要放在养护箱。我还自己做那个养护箱，就是不能够让它水分太低，因为它水泥会裂开，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湿度足够的地方7天之后，然后你才能够上那个防水层。因为你上完防水层之后，它里面的蜡烛跟香气才比较不会散掉。OK， 我觉得你开课也可以顺便开怎么做这个容器耶，对啊，灌水泥很好玩，因为这真的很美，外面不会有不会，很好玩。这只叫内心微光，这只有一个比较醒的感觉，跟前面2只是比较平稳的感觉比起来。它叫内心微光，它是要你去寻找内心存在在你内心深处最微小的那个希望跟光芒。有点感人，对，听到都想哭了。这个是我做出来的第一支蜡烛。你当初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研发这一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人生暗夜、灵魂暗夜，每个人一定都会经历过灵魂暗夜。我在灵魂暗夜之中，然后刚学了占卜啊、什么疗愈这些，我觉得我需要的不是占卜。我刚刚有说嘛，占卜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像是治标不治本。对，所以我想要用一个解药，平常就可以做疗愈的方式，带领我慢慢的去疗愈我的内心。即使我那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疗愈，可是有植物的帮助，我可以去慢慢的改变我的频率震动，然后改变我的想法，改变我的情绪。我们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灵魂暗夜好了，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可能他自己正在经历，可他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只是最近心情不好而已，可是怎么那么不好这样子？其实很难解释你举个例好了，像你当时的灵魂暗夜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哇，当时的灵魂暗夜其实有点，我觉得我找不到人生方向嘛，其实就跟我学催眠那个时期差不多。我找不到我的人生方向，然后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都失败，然后不开心，我找不到我该去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我人身处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面，我真的找不到出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每天的情绪就是紧张、焦虑，然后不开心、生气、愤怒、伤心、难过，其实就是一种躁郁症的感觉。就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有点像一个人生谷底的状况。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变，然后工作也不顺，然后做什么都错，就是一个混乱混沌的状态。那你怎么知道那是灵魂暗夜，不是只是最近不顺而已？灵魂暗夜会让你整个人停滞的原因是你才有时间去思考自己怎么了，就像COVID 一样，对不对？它就是宇宙的灵魂暗夜。对，当你所有的事情都停摆，都不能够顺利进行，你做什么都不顺，然后也都没办法如你所愿的时候，你才会停下来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会什么都不对呢？是我现在整个人的问题吗？就你才有时间去停下来。当你没有办法停下来，你就不会发现自己有问题。这是不是每个人在灵魂的过程上面一个必经的过程呢？我觉得通常是啦。每个人都一定会有吗？不一定。这样讲好像有点阶级，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很适应地球生活的人，你不会经历。对对对，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你已经过得很自在很开心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调整的。通常可能是很多一些觉得在这个环境好像我不是很格格不入的感觉，对，然后觉得说我好像怎么样都找不到一个我应该走的方向的话，有一种天下之大却无处安身的感觉。完全懂。在那个状态下，我会觉得那是个灵魂暗夜，他在告诉你，你要去找自己，你要把注意力全部拉到自己身上，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够知道，其实不是没有地方安身，天地这么大，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你的家，只要你把自己顾好。可是虽然说暗夜好像是很惨很糟糕，可是这
是一个转机，对，一个转机，因为你在一个谷底之后，你才有办法往上爬。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在处在一个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对，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也不要放弃。对，只是你要稍微找到一些方式来帮助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其实就去找帮助。一定会有人帮助你。不用想太多，也不用担心太多啦，真的。然后这一支内心微光，它上面写的，不论身处的世界多漆黑，都有盏希望的光火深埋心中，在引导你与自己独处并对话。爱上自己便是疗愈最重要的事。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你如果没有办法爱自己的话，也不会有人爱你。对，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世界。然后它的成分是岩兰草油、加利玫瑰、天竺葵、安息香跟橙花，就是你刚刚讲的很温暖的力量。很温暖的力量。为什么会是做蓝天白云呢？是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这个世界上，宇宙神跟世界绝对不是要创造绝境跟困境来让你失望，它是要告诉你绝境之后还有一片天空，而且就是要让你在谷底之后，然后你出来之后，克服之后，你才知道说你自己有多强大。没错，对，我们如果今天就是一路都走得好好的，你永远不会意识到说我脚很强壮，是的，我其实很有力量。你一定要再跌到谷底，然后再靠着自己的力量爬起来，你之后才会觉得有双手双脚真好，原来我脚那么有力，我好棒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灵魂暗夜，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啊，没有一定要这么的介意说失败或者是不顺，然后不好什么的，这些都是浮云。换一个方式看世界，看生命。没错，这个是晨光熹微，这个其实是我为了一个忧郁症的朋友做的，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味道。这个我很难形容它也是一个很舒服的味道。我会说它有点像旷野的味道。有，我觉得很像非洲草原那一大片旷野，然后看起来就是很舒服，而且它给我有一种探索的感觉。对，不像其他的是一个温柔或者把你提起来的感觉，它反而是会让你想要一直去还有什么这是什么对，后面是什么突破跟探索，还有它的用意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希望让这个朋友，忧郁症的朋友，他的心情不要这么的抑郁。你忧郁了，就代表你其实是整个人封闭住了。你希望他能够开阔一点。所以我加的所有精油全部都是在开阔跟胸腔这一块的精油有关。它叫做晨光熹微，上面写，即便是幽暗的森林，也透着阳光的温暖。拂晓之前的苍穹，黑却有最美的光芒。你文学造诣很好呢，谢谢。对啊，你看不出来念理科的呢。好，它的成分是岩兰草、苦橙叶、甜马、玉兰、玫瑰、天竺葵、乳香、没药、安息香、广藿香。你都有乳香跟没药几乎。几乎。还有最多的应该是玫瑰、天竺葵，因为玫瑰、天竺刚刚有说嘛，它也是跟爱有关的课题。我们要开始学会疗愈自己，重点就是要先学会如何爱自己。我会觉得说，玫瑰、天竺葵它是一个带出爱自己的能量，你要怎么开启这个东西，你之后才有办法去认识它。其实世间的一切都跟爱有关，对，都是爱，以爱为出发点。没错，真的要去理解爱的这个课题，这样子。对啊，这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啦，都会让我们忽略爱是什么，可是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才是爱。像植物好了，我认为植物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爱的生命，因为它无条件的去供给自己的生命，它去奉献了，我们才可以有这个世界。不管是我们在吃的肉，我们在看的东西，每一个生命都离不开植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课，老师说我讲的这句话对他来讲很惊讶。看出了什么？看出了什么？你最近是很需要动力吗？超级耶！而且这些事情好像是不能够延宕的，这件事卡着很久了，你也知道你自己需要花时间，可是你好像提不起劲，所以你需要去